为现在的政坛够精彩，带你穿越回80年代的台湾，看政治素人民进党如何从地下崛起，李登辉如何登上大位，剧情比连续剧还狗血。准备好爆米花没开动？时间倒回1986年，彼时的台湾还是国民党大佬蒋经国说了算的年代。阿公年纪大，身体差，但头脑还清醒。为了安定人心，他决定稍微开个小口子，开放增额立委选举。他心想，让你们玩玩票，翻不出大浪。开票结果一出，全岛炸锅。这个刚成立的小破党民进党得票率直逼30%。想象一下那画面，76岁的蒋经国阿公看着报告，可能一边咳嗽一边拍桌。我是叫你们出来跑龙套，不是叫你们来当主角的啊喂！这波菜鸟逆袭，堪称台湾政坛教科书级的翻盘。蒋经国瞬间清醒，当年被他压制的党外仔不仅没消失，还悄悄发育，开始抢地盘了。然而，党外也不是铁板一块，内部开始分队打副本，文青派对上实干派，统独辩论也初露端倪。文青天团编辑作家联谊会，这群搞杂志的笔杆子们主的目标是争取话语权，走群众路线加搞社运，自称是党外预备队，会长是博物馆总编，听起来就很有文化。实干猛将公共政策会，这群善于搞选举的工农民代，地方角头抱团，专攻选举战场。两支队伍后来直接演变成民进党2大始祖门派，编联会发展成为善于搞社运的新潮流系，里面后来出了个赖清德，公正会则发展成更擅长搞选举的美丽岛系。而他们争论的路线分歧，也为日后民进党内部的统独大辩论埋下了伏笔。1988年1月，蒋经国阿公病逝，李登辉接棒，这是国民党到台湾43年来头一遭由本省人当家，而阿辉的上位之路也堪比宫斗剧。蒋经国刚走2礼拜，代理主席之争火药味十足。深宫太后宋美龄不想让李登辉继位，李登辉呢则祭出影帝级操作，选择每天都去蒋经国先生的灵前去上香，然后呢，他又去拜访党内的大佬，以蒋经国的这个忠诚的执行者的接班人的姿态呢，来赢得媒体对他的信赖，人民对他的期待。最终在国民党全会上正式坐上党主席宝座。回望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，堪称台湾政治史上最魔幻、最高能的转型期，统独思辨、街头烽火、派系缠斗、权力更迭，要素多到爆炸。民进党从地下走到地上，从政治菜鸟蜕变为关键玩家。蒋经国则带着对党外势力崛起的错愕与无奈黯然谢幕，李登辉则以本土阿伯之姿上演影帝级上位。此后，当台湾走入本省人当权的政治现实，也为此后千禧年的政党轮替埋下了暴雷。然而，好不容易尝到执政甜头的民进党深知，绝对不能模仿国民党在80年代对自己的放纵，让如今的党外势力把民进党的夺权之路再走一遍。于是，2024年大选之后，继续执政的民进党以选举补助款账务不明为由，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党外对手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送去吃了牢饭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已经忘了天有多高。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，不知还有谁能